近年来，对纳斯卡线条的发现有了巨大的进展。日本科学家利用无人机技术，在纳斯卡沙漠中发现了另外70张图像，这让许多人相信伊拉克领土内隐藏着许多星际门户。通过这些星际之门，可以穿越宇宙，到达无尽的远方，就像电影《星际之门》中看到的那样。我认为这就是那个地方所有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拉克各地的大多数的考古研究都已停止。当有可能再次在伊拉克进行挖掘考古时，也许我们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为我们审视更古老的证据开启了新的途径。我们现代对苏美尔的学术研究的基础，都是来自于尼尼微亚树巴尼拔图书馆发现的一些金属片，上面刻有的图案和小插图。在苏美尔文本中，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故事，讲述高级智慧能够在不同维度之间移动的情节。他们会使用一种小装置，能够以非常精确的方式调节到地球的物质及地球的岩石，这样他们就能够实现空间定位。当然，地球上也不止这一处，就像金字塔中编码的古代数学语言一样，这些通往其他维度的捷径很难想象是由那个时代的人所创建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第三者的猜想，即神，或者说是更高层次的外星文明。他们来到地球不仅是为了进行宇宙探索，还赋予了远古人类具窥视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发现许多其他维度之间仅仅是由电磁膜分开的，就好比无线电频率。人类现在正在调节到这个无线电频率，如果我们能够只需轻轻调整一下，就能调节到下一个维度，那将会是多么可怕，或者多么诱人。现在没有人知道在那些维度上到底存在着什么。在埃及的开罗博物馆保存着一些来自萨卡拉等地发现的文物，科学家们根本无法解释它们，甚至不愿展示给公众。它们被隐藏在了隐秘的角落，防止人们窥探其中的秘密。这些不是由地球材料制成的物品，它们到底来自哪儿呢？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来自地球之外的材料是否间接证明了星门的存在呢？从古代的文献中，我们知道被称为上帝之门或地球之旗的东西，通常都是一种能量热点，它们物理法则略有不同，或者说允许你穿越门户进入另一个存在层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说，也许有一些连接不同行星、不同文明的东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些星门的能力，可能就是推进我们对多维宇宙理解的下一章。在埃及有，伊拉克也有，美国西南沙漠也有自然形成的星门，当地土著人也提到过这些地方，比如戈贝克利什镇，或者土耳其东南部的卡贝克地区、埃及吉萨地区以及英格兰的巨石阵等地。它们构成了地球的某种网络。显然，这些建筑并不是当时的存在随意建造的，它们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果你问我这些是什么，我可能会说这是地磁异常、奇怪的光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不明飞行物 UFOs， 还有超自然形态的表现、超自然实体的显现，以及在这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达到改变意识的状态。有一个复杂的科学理论分析了这些石头纪念物如何能够作为一个传送门生成器。单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它们是一种先进技术的遗留。如果你了解地球会自然释放这些多维气泡，即使是一块简单的纯石头也可以发挥作用。它可以将你传送到其他世界中去，当然前提是你必须知道在哪里建造石头，而这些石头组合起来拥有了聚焦机制的能力，捕捉从地球核心冒出的那些多维气泡，并允许你通过这些传送门旅行。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值得考虑一些非同寻常的可能性。当然，这对于量子物理学家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非同寻常。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维宇宙中，占据着这个宇宙的一个特定维度，还有许多其他维度是人类感受不到的，只能通过某种方式才能获得它们的信息。这很好理解，当我们发明了望远镜，我们才能获取遥远宇宙中的信息；当我们发明了显微镜，我们才能观察到微观世界。通常情况，这些都是人类感知不到的，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来实现。那么，为了感知到其他维度，也是一样的道理。也许通往众神领域的最直接入口是通过有意识、有针对性、
深思熟虑的意识改变来实现的，这是完全合理的。其中最著名的入口之一，或许就是百慕大三角了，很好的代表了飞机和船只如何简单的消失到另一个维度，永不返回。那些其他看似非活跃的传送门呢？这些热点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物理元素，可以赋予人类或神灵访问哪一模拟宇宙力量的频率呢？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多的石英晶体矿床。碰巧，地球上拥有大量的晶体矿床，这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石英晶体矿床的地区。这些矿床足够强大，可以引起这个薄膜的破裂。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非常小的地理区域内会发生如此多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这些星门代表了面纱的撕裂之处，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与灵魂接触。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地球上特定的地点。许多大教堂和古代纪念碑的地点和事物都是在地脉的交汇点上建造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地球能量非常强大。此外，人们在这些地点进行仪式和典礼等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此这些地方的以太场几乎成了一条通往伊甸园或生命之树被走得很熟的路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地球上是否有一个物理位置将神话和科学融合在一起，可能成为通往神灵的完美之门？秘鲁与玻利维亚交界的蒂蒂卡卡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而在这有一个神秘的门户叫做 Haomarca Haomarca， 它有可能是一个通往其他世界的门户，雕刻在秘鲁靠近玻利维亚边境的一座砂岩悬崖的一侧，就在蒂蒂卡卡湖外。当地人称其为神之之门，它并不会打开，只是雕刻在坚固的岩石上。传说中曾经有英雄穿过这个门户，进入了神之国度，人们并不清楚它是如何打开的。对于一个星门，通常理解是有某种东西可以进入其他维度或虫洞，它们需要有一个起点，并且能够进入。关于门的概念，在古埃及的寺庙墙上也有很多，这些门刻在一堵实体墙，显然实体身体是无法通过的。在古埃及传统中，大多数描述的是一种能量体或灵魂穿越的门。Haomarca Haomarca 与那些我们在埃及等地看到的星门不同之处在于，它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让整个实体身体进入和离开的星门，而且这个星门至今仍然是活跃的。克丘亚人是这里的本地土著居民，他们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是关于当探险家、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南美洲时，当他们来到安第斯山脉高地，试图将当地居民改宗成天主教徒时，当地土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随后不得已被追逐到安第斯山脉中。据说最后一个皇帝被追至了靠近这个星门的附近，然后他踏上这个星门，并用手中的一个装置插入到墙上的一个凹槽中。当他打开它后，他就直接穿过了墙壁。这个装置是否与早期楔形文字中所描绘的苏美尔人使用的物品相同？如果是的话，它是如何工作的？当地居民说，那里有一个活跃的星门，他们的祖先会在一年中的某个特定时间通过这个星门进出。一名地质学家被这个故事引起了兴趣，于是就对这个门的物质进行了研究。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种石英高含量的砂岩，一种非常特殊的石英，被称为压电石英。如果你有一块石英手表，就知道通过压缩手表内的水晶，它就会释放电和磁场，从而驱动手表工作，那就是一块压电水晶。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更大的尺度，因为压电效应，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高度应力场。从数学上讲，根据某些条件，特定的行星排列，当磁场与电场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效应，一种类似于星门的效应，就像我们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存在这样的现象，那么时间旅行和在维度之间移动的能力将与磁场直接相关。Haomarca 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相关的原理，以及其他文明中的相似之处，这个世界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更大的故事。我说，有一个可以在物理上将我们传送到其他维度的门户，显然我并不能用证据支持这一点，那么这只能是一种猜测的观点。但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将我们的意识引导进入其他维度的门户，在非物理状态下与那些维度的居民进行互动呢？或许古老的萨满文化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启发，例如亚马逊盆地的南美印第安人，他们正在使用的死藤水。在死藤水的帮助下，
萨满们会回忆起他们在意识改变的状态下所经历的图像，这些图像竟包含了相同的元素，而这些元素与33000年前在法国肖维岩洞中绘制的2幅绘画非常相似。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亚马逊的这些萨满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在死藤水之旅中，他们会遇到教师，这些教师会教他们如何生活。那么，问题是那些教师又在哪里呢？他们是其他维度的存在吗？或是共存的平行维度的存在吗？也许他们意识到了我们，而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他们是否找到了某种方式来接触我们，然后教导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众神之门，一种物理跨越维度之间的空间工具，而这种技术可以让意识更容易地跨越维度。在土耳其东部，阿努神的神山以及伊甸园就在此处。在苏美尔文献中明确提到，主要是由皇族的遗传学家恩基创造工人来为阿努效力的。恩基对自己的工作也感到非常自豪，但碍于星际条约，他不得不秘密进行。除了改变当时类人生物的基因密码，其中也可能注入了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东西。他在伊甸园留下了特定的语言，那就是埃米安语，来自天空的语言，来自上帝的语言。这种矩阵语言主要由苏美尔的女祭司使用，恩基使用埃米安语来编码地球上的古代语言。我认为恩基有志让人类成为一个文明的种族，秘密地传授知识给人类。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用一种密码，为每个部落创建了一种语言密码，防止被主宰发现。在苏美尔语中，这意味着像提亚马特这样的女性生命创造者所讲的语言。这种编码语言如何帮助早期人类在与主宰之怒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呢？人们发现，现在所有的普通语言都是从苏美尔语编码而来的，从非洲部落到美洲原住民部落，一直到中国。当你深入到原始语言的内部，你总是能够理解苏美尔语中的单词，比如非洲部落语言中的工具这个词。如果你将它翻译成苏美尔语，以为它将成为我们用来砍木头的东西。这个想法就是一种密码，用来秘密地与人类交流。然后这一想法衍生出许多不同语言，包括古代汉语、霍皮语，以及非洲或澳大利亚等地发现的许多古代成语，都可以找到与古代德语和古代英语的共同根源。因为恩基确信这个星球是属于人类的，所以他赋予人类制作工具的能力。一旦人类拥有了在地球上生存的知识，他们就会寻求建立自己的未来，并逃离神的控制。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建设者来建立这个新的人类定居点呢？在希伯来圣经中，有迹象表明巴别塔的建造者是示拿的国王宁禄。宁禄可能是第一批恩基所教授知识的人类群体代表，他是一个有趣的角色。据说他建造了巴别塔，试图超越上帝，试图比其他人更接近上帝，结果上帝摧毁了巴别塔。作为对人类这一行为的惩罚，上帝混淆了语言，以至于让每个人都无法理解其他人。这个故事背后有更重要的东西吗？巴别塔是巴比伦文明的焦点，巴比伦位于伊拉克，他们现在将这个地区视为现实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的轴心。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城市乌鲁克位于伊拉克南部，尽管所有古代记载都说它是土耳其东南部上勒乌尔法的古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将宁禄与巴比伦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土耳其东南部联系在一起。圣经中宁禄的故事与他所统治的地区发生在古代占星家曾经居住的地方，这个占星家团体被称为加勒底人。这个古代团体可能在实践恩基的一些古代教义。上勒乌尔法是宁禄的据点，这是加勒底人的传统家园。他们是星座崇拜者，记录了星星，拥有彗星和日食的知识。这一切都属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们研究星座，记录星星，了解彗星和日食等等。所以亚伯拉罕试图推翻他们的信仰、思想和神秘传统，以建立新的观念，摧毁此前一直存在的加勒底人的智慧传统。而宁禄以某种方式介入，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但不幸的是，根据传说，上帝进行了干预，拯救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引入一个新的时代，让人类不再与星空存在联系，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对于犹太教或基督教来说，我不太确定
这是否具有某种深远意义？也许亚伯拉罕与宁录之间的这场争斗，代表了恩基和恩利尔两兄弟之间关于人类的分歧。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恩基引入了人类语言的纷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巴别塔故事的基础。更有趣的是，在早期的传说中，恩基被认为是智慧的提供者，他希望人类拥有能够摆脱神或神的控制的知识。所以很多学者对恩基这一角色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他们说，恩基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角色，有时被认为与伊甸园中的蛇有关，后来被认为与希腊版本的普罗米修斯有关。普罗米修斯试图下凡，给予人类某些知识，以推动他们的进步。但其他神明进行了干涉，并表示不可以这样做，然后人类遭受了各种后果。在巴别塔的故事中，塔中的人们实际上是反对统治者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称与统治者无关，他们要离开，建立自己的小无政府主义社区，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那么，他们为此做了什么呢？就在距离古代乌尔法城北部8英里的地方，有另一个著名的遗址，被称为戈贝克利石阵。这个遗址目前来看就是一座巨塔的顶部，该遗址的95%仍然埋在地下待发掘。那么，这就让人很好奇，古代的人类为什么要建造这么高的建筑呢？那个时代，地大物博，人烟稀少，人们根本不愁没地方住。这样的建筑存在的目的，最大可能是什么呢？戈贝克利石阵遗址与英格兰的巨石阵可以说留给人们太多的悬念和猜想。戈贝克利石阵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山顶，占地面积至少是巨石阵的20倍，并且石柱上还雕刻着美丽的动物形象和抽象人形，石柱顶部呈梯形。而此处位于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显然是这个地区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新石器革命的起源地。甚至该遗址的发现者克劳斯·施密特提出，这里可能是阿努纳奇在地球的权力中心。很多事情清楚地表明，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遗址只有在许多古老的寺庙基础上才会变得神圣，戈贝克利石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人工山丘，其名称也是一个线索。原本的名称意味着大肚子山或地心之山，在真正的语境中，间接地告诉人们这是地球的中心，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心之地一样。这是一个地球物理规则以某种方式运作的地方，允许你与其他现实层面存在进行沟通之地。当我们读到巴别塔的故事时，可以了解到人类智人大脑中语言的整个演化过程一直受到外力的培育和操控，由能够影响人类大脑语言发展的技术来管理。人类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思维体系，已经变得同质化，而某种力量不希望人类的思维变得同质，保持在一起，共同协作。而且从外部来看，或许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人类思维就出现了统一，没有战争或任何的冲突。在现在，我们都知道思想的统一对于那些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而在当时，这种统一可能是一个实际的塔楼，或者只是一个古老的地点，供人们在这里聚集、交流知识、传递重要信息的地方。巴别塔实际上很可能代表了知识的提升，直至达到上帝的思维。巅峰当然是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联系或交流。随着我们进入历史时代，我们越来越容易将隐喻误认为现实。在一些传统中，阿努纳奇的王子恩利尔因为人类发出的噪音太大，感到非常烦恼。他觉得这噪音太多了，不如干掉这些可怕的小东西。但哥哥恩基不想选择那条路，因为人类是他的创造物，他的目的是将智慧和理解带给人类。我认为这个象征主义当涉及到探索美洲原住民的传统时，背后隐藏着一种美丽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四角地区尤为重要，因为有许多美洲原住民群体声称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普维部落人相信他们是从大地中出生的。在大峡谷地区，霍皮人声称他们是从所谓的 Sapepu 中出生的，后来称之为西帕普，这基本上是他们一部分坑道系统的名字。他们从地下世界出来，与被称为蛇人和蜥蜴人的爬行人类互动，还与另一群被称为蚂蚁人的生物互动。蚂蚁人的描述听起来非常像现代对外星灰人的描述。这里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即存在一系列位于地下的世界，他们都有自己的居民。
这些美洲原住民声称他们穿越了这些不同的区域，最终出现在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中。还有阿帕奇人，他们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说他们通过一系列洞穴来到我们的世界。之前他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救火之地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灾难中被摧毁了。新墨西哥南部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地下社区，被称为纳瓦霍人。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故事，称之为水下蛇族，认为他们是地下生活的一群人类，可能是人类的后裔，从地下文明中出现在地球表面的。在陶斯地区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叫做 Taos Hum， 它是一种震动，只有一些人能感觉到，通常出现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那时大多数人都在睡觉。这种嗡鸣正好处于你感觉到心跳和听到的声音之间，似乎在听觉的边缘。没有人知道这种嗡鸣是从哪里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请大学研究人员前来研究，试图通过3角测量来确定它的源头，但没有成功。一些理论认为这可能与地质或工业活动有关，而一些人则认为它可能是由地球本身引起的自然现象。这个神秘而无法解释的现象令研究人员和当地居民感到困惑。这种震动为什么能穿过岩石层传播到其他地方？那么这种震动的来源是什么呢？由此，有人认为这是地下的天然隧道、洞穴和地下空间，人们在其中活动所发出的，比如地下钻探、修改地下洞穴等。自1946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4角地区的霍皮族区域进行爆炸试验，这是否可能是某种掩盖行为呢？军方是否正在利用这个地区的古老力量来进行秘密的军事项目，或者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摧毁地下发现的某些东西，一些来自银河的某些东西？看起来，许多这些活动以及很多这些隧道都集中在4角地区附近。现在还有众所周知的10湾星门，这是古印第安人的称呼。现代人也认为这是他们的亲戚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把头放进去，并吟唱一些话，然后消失，然后其中一些人会回来。地球上的网格系统运行方式导致有几个地方拥有非常高的能量，在许多印第安保留地和其他圣地上都能找到，而这些节点早已成为了军事禁区。就有人推测，这些地方很可能就是通往地下洞穴系统的入口。这个系统在整个地球中呈蜂窝状分布。这些地方对于土著人民来说是神圣的，他们有数千年的故事，讲述不同类型的生物在灾难来临之前将它们带到地下，以保护它们。在灾难之后，同样的生物会把它们带回地球表面，并帮助它们重建文明。军方封锁了很多这些地区，他们不希望人们看到通过这些门进出的事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能有什么或谁会通过这些门或地下洞穴旅行呢？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一种不太传统的进化理论。